来吧，给我一点你的恶念，我给你演示一个很有深度的把戏，一点就够了。配合下嘛，真的很有趣。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身为人族炼器师，我亦当为此地人族尽一份责任。半年时间过去，附近的妖被吓走了大半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疗伤药方还有灵石也都留给了村长。历练任务已经完成，小兰姑娘，这就要走了。小兰姑娘，晚上来沈家吃饭？不了，还要准备明天用的药材。那你多注意身体，别累着。若是能学到些仙人法术就好了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没了。等我再长大一点，就去仙门拜师，修习法术。到时候我来保护家乡。为何不舍弃村落，退到后面的城关？若我们退，妖兽就向前追，那样死的人更多，而更多妖兽也会闻讯而来。我们再怎么跑，能跑得过妖兽吗？朕有祖训，便是俱为妖兽所食，亦不可将人族之土拱手相让。人族起于微末，一路百般艰险，左右尽是凶恶，但凭着这股不屈之意、自强之心，方有人族代代不息。道心似乎圆满了一些。天劫这么快就来了？师妹的天劫到了，灵娥护卫纸人军团出击！师兄，此地已布下12座防偷袭微型阵基，渡劫所用之物一应俱全。最后的底牌9转金丹，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，一切收好。撑不住了再吞，这是本命啊！不过也无需太过紧张，你的道基稳固，渡劫成功率还是有9成8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确认过眼神是拒绝不了的雷，但我只是在天道认可下总结渡劫经验，利用太清丹道帮师妹做了一点点渡劫准备。凭什么挨批啊？为什么被罚？怎么就……
且慢。吻字经。谁能想到罚他抄吻字经抄多了，抄出一条大道啊！这波只能认了。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赶来训诫，弟子甘愿领受责罚。天罚，小琼峰何以会招致天罚？长寿，给你找补的借口，我实在编不出来了。师兄，9天素灵劫，凡度过此劫者，将来必有长生之资。等下，师妹要受9道天雷，我不会也要受9道天罚吧？无妨，莫要分心，专心渡劫。勇者，天地井然。天劫是命数，也是机缘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我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还有3道天雷，就能成仙了。苍天啊，还要挨3道天罚！还有最后1道天雷。让天雷劈得更猛烈些吧！猛烈个鬼啊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一定要渡劫成仙！还敢玩硬闯天雷耍帅的桥段，文字经还是抄少了。我成功了！师兄说过，大道自生，非灵而动，非信而往；自道由心，非天地生。为正为本，却不知我道为何。师妹已抄写文字经入道，飞升真仙了。师妹这天劫渡的，真是费师兄啊！小家伙，护着你收完天罚，我和你徒劳大体回去了啊！
太清老爷这么久不和我俩唠嗑，你一定老想我们了。哎，我讲许多，太清爷说来得才浓。多谢二位前辈。走了。师父已受封山神。师妹也顺利渡劫飞升真仙，可自行继续历练。幸好有掌门为我掩护天罚之事，我也该继续去南州寻找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了。卖包子嘞！公子今天起来晚了呀，就等您了。公子请品茶，这是刚来的高级货。公子好久不来我们这里了，可想你了。哎呀，昨晚在戏楼玩得太晚了，还输钱了。今天起来这个腰酸背痛，来，我给公子按摩下。你给我挠痒吗？重点儿。是。不够。再重点儿。没用的东西，快，再给我用力，用力！公子，太重了。人皇归于火云洞后，南州涌现出众多凡俗大国，有秦国在其中实力较强，又是门内供奉的主要来源。最近有秦国阙州城遭到袭击，掌门命我带门内诸位弟子前去平乱。有妖兽作乱。就地格杀！那难道是五色神光？乃日，可他身上没有任何阳刚之气，也没有半点阴柔气息，阴与阳在他身上仿佛完美相融。此人现身时，那一手挪移神通已是显露出非凡的道境。他杀了多少人？道有何意？了断因果，
要么本座杀了你们所有人，要么你们说出他杀人几何，本座去救对应数目的人族，如此两不相欠。别开口，惹不起。出来！地下那个人，他竟能截获我的传音！孔雀乃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身上有元凤血脉。他第一次现世是在巫妖大战时，据门内记载，神鸟孔雀自南而来，张口吞人食妖，以此玩乐。后因杀孽太重，惹来天罚惩处，又被大法师现身击败，送归于南。只是不知孔雀后来为何会参与到封神大劫中，但他的五色神光之下，杨戬、哪吒皆非亲敌，燃灯路压尽数败退，最后还逼出了圣人法相。这实力完全就是三教大师兄级别的。三教大师兄？有办法了。玄都小法师，刚刚传音给我的不是长寿师兄吗？高人在场，今日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若我推测不错，这位高人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。贫道玄都小法师，这几人都出自我人教道成，还请道友手下留情。小法师，你与玄都大法师是什么关系？同门。有何凭证？他近来还好吗？你所猜不错，本座便是孔雀。前些时日，本座这侄儿血脉暴走，神智失守。本座闭关醒来，一路寻到此处。他应已吃了一些人族，说个数量，本座去救了人，再来与你交谈。杀人、救人，本就是两码事。昔日本座亦曾吞噬10万人族，又如何？其后妖族为练陆无界，欲灭绝人族，本座出手护住100万人族，偿还了因果。业障功德即可抵消，杀人救人为何不可护抵？所杀所救，可是一人。天数昭昭，增减护抵。所谓吞食者，轩雅，少说两句。此妖为祸凡俗，已吞食数十人。这是几天前被妖族所擒的血石，10倍奉还。轩雅，你可是这位孔宣道友的对手？不是，我也不是，忍忍吧。哼，你这小法师，倒也是个妙人。对了，你家大法师，可曾提起过我？实话实说，会不会惹恼这位定位模糊的洪荒狠角啊？我跟大法师同处的岁月不长，但听大法师提起过那么1、2次。他都说什么了？您到底是男是女啊？这个问题不搞懂，总觉得事情会变得非常之刺激。道友，涉及我家大法师清誉，
恕我多嘴。您道号写作萱草之萱，还是宣告之宣？问本座属阴属阳，直接问就是了。刚才还觉得你直言直语，性情不错。哼，本座此时尚未决定阴阳归属，若非他当年避而不见，我或许已做出抉择。这都行？今日终究是我凤祖之过，此乃传信玉符，本座随时可偿还人情。与大劫牵扯之人相继现世，只怕大劫不远了。这次应该有效了吧？接下来就该继续寻找玉帝王母的转世身了。你看看嘞，少爷呢？在这儿，快救少爷！华有明，你可是阙州城将军之子，怎么被这孔雀妖弄得这么灰头土脸？夏明霜，我好歹是英勇负伤，你身为城主之女，却龟缩在后，怎么好意思说我？殿下，适才异象出现在南州有秦国。哼，昊天，这次我一定让你归不了位。恭喜老爷！你这没出息的逆子！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莫要累着了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是，少爷。华少爷，您什么时候把莹莹纳回府中啊？本少爷听个曲儿，就要把弹曲的带回家。那爷来你这多喝几杯茶，是不是也要把你这茶楼盘下来呀？华少爷您别误会，小老儿只是……你听说了没有？最近阙州城来了位特别厉害的仙人。我知道，听说这位仙人早已得道，
劝诫年轻人时，脑后现出金光，还能让赌鬼改过自新，开始崭新人生。仙人还坐在花楼前讲了2天2夜的道理，讲完这花楼直接就塌了。花楼掌柜善心大发，允许花楼姑娘赎身离开。何止啊！这位仙人走过之处，死鱼变活，枯井生水。仙人席地而坐，就能地生花朵；抬手一招，就会引来漫天飞鸟盘旋。哦，仙人还拜访了阙州城最有名的书院，一场辩论让几名老贤高呼老师，仙人自己却不计声名，飘然而去。哎呀，若能拜入这位仙人名下，可巧了。仙人说与阙州城有缘，要落脚在此开课收徒呢。仙人还说了，他不收学费，不收礼物，唯有一条，就是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。这么厉害，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，哼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来了，真的来了！真的呀！人生太短，天地太大。吾心虽怀无限，然双足不堪用。本城人杰地灵，风景也是不错。吾愿在此逗留3年，教导7、8名弟子，而后继续远行，探究天地之边界。仙法讲求仙缘，吾之精力亦有限度，最先20位入门者可听我讲课。依据课堂表现决定去留。冲什么冲？敢仗着自己家里势力抢先进去瞎占名额的，少爷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哼！去，后边去。你要打我吗，小明明？本少爷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出身富贵却大字不识的，能学到什么？不如将位置让出来，给那些真正读过书、学过道理的同辈，这样才能为本城培养出更多人才。一时不学无术，怎能代表一生便不学无术？那一时不得意，也不代表此人一生便无宏伟大功。华有明，你这般离经叛道，是要被华将军吊起来打的。哼，本少爷何惧之有？沈神老师，不好了！这么多姻缘线，玉帝转世身，这都是哪儿招来的烂桃花？但玉帝历劫的命数由天道所定，我不好贸然干扰玉帝的感情生活。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去华府当家丁吧？萧芷人探得华有明想学习仙法，我便学习蓝星的网红营销方案，在城内打响仙人名声，惹来各家追捧。接着放出要收徒的消息，引华有明、夏凝霜在内的诸多学子前来报名。好一个权贵贫寒之辩！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华有明，家父是本城守将，我今后也要做守护此地的将军。少将军，寒门也好，贵子也罢，来日能否造福一方，终究要看心性品行。随我来吧。至于去前20人听课，则7、8人教学，那当然是物以稀为贵，饥饿营销，才能彰显我这高深莫测的仙人身份。
我只会教导你们3年，这3年能得多少，全看你们自身。你们想学什么，我便教什么。但我教什么，你们也要学什么，懂了吗？那我要学这世上最厉害的仙法。哼，仙法我自会教授，不过我只会传你们一点简单的困敌手法，比如操绳术。操绳术听起来就很糊弄人。贝子，你还不起来？这个夏凝霜还挺好看的。不对，以前我午睡，他往我被窝里泼水；我捉蟋蟀，他把我推进泥坑；我走路，他把我踹进池塘。他这么可恶，我怎么能觉得他好看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挺好看的。别误会啊，我是说你鼻孔里的那2根毛发。话有名。哎呦！生来往，莫管闲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欲不平，思自立，遭难事，须自省。诸位学子，不知不觉间，诸生同堂学习已有3年。入学伊始，有明与凝霜的贫寒之变，我便想教会大家：万物同处世间，高低本非定数，自不必分出贵贱。高者许会跌重，低者亦能登攀，要我们心存敬畏，却不曾告诉我们，若登攀者追名逐利，跌重者心生怨恨，届时又该如何自处？接下来，该由您自己来寻找了。3年期满，吾也该再次启程游历。临行之际，吾各赠诸位学子锦囊1只。若日后心有迷惘，可将其打开，也算全一场师生缘分。敢问先生名号为何？我啊，就叫穆清华吧。多谢先生3年的悉心教导。南州各地不断有异象发生，想必是水神故意混淆视听，阻碍我们追查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。太子，既然玉帝历劫为天道所定，妖庭与西仿教都不能明面上出手干预，那不如我们借些外力，比如凡人自相残杀。
人间硝烟四起，父王只身投军，当真无碍吗？玉帝陛下与王母的命数由天道所述，凶吉祸福，皆是注定要自己去历经的。大军压境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我会向城主请命，领兵迎战。是。但当务之急还是撤离百姓。撤离之事交给我。战场刀剑无情，我等你凯旋。此战为胜，为何会有倾城异象？不是阙州城有意，是整个有情国。有情国的国运要崩塌了。所有人，死守有情国！是。秦国都城遇袭了，有秦国有多大？去。是。太清圣人竟然也如此关注有秦国之战，看来此战背后并不简单。这个玄雅，嘴里喊着什么？这是他身为有情国之人该做的。秦门内在下决断时，勿考虑他的凡尘身份，就自己跑去有情国了。唉，缺牙了。有秦国危难之时，我们怎会坐视不理？你别太着急了，毕竟小九也跟了上去。哎呀，就是因为有小九在，才更让人不放心。掌门，有秦国战场目前只是凡人之战，敌国背后的大仙宗还没有加入战局。按俗世规矩，我们也不可随意插手。我们抵达有秦国，只是提供法宝、符箓相助，
何来插手一说？况且，对方暗地里的小动作也不少。如此来势汹汹，道威仙宗恐怕另有所图。今日终究是我奉祖之过，渡仙门弟子拜见前辈，多谢前辈搭救之恩。不必多礼，你们先去安顿凡人。玄雅，随我来。长寿师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那明明是我们不能敌的存在。可玄雅觉得哪怕被打杀了，死在那儿，也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让施恶者得到惩处。友情师妹，你跟我还不太懂事时，性子简直一模一样。别愣着了，来坐。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跟大多数人一样，遇到1、2次磨难，会主动收起棱角，让自己变得圆滑，去思考自身所处环境，并逐渐被环境同化。而你，哪怕遇到了挫折，遇到了打击，也没放弃自己的坚持。友情师妹，其实我刚才想好了该如何说教你。我应该让你知道洪荒的险恶，让你知道，去触怒这种大脑，只是白白赴死，喊得再大声也扭转不了什么，还会连累门内诸位长老的性命。我想提醒你弱者的生存法则，提醒你做事要讲究方法。可话到嘴边，突然发现，我只是不想承认自己曾被环境打败，又去告诉一个敢去挑战环境的人，他必须跟我一样认输，如此罢了。听不懂吗？在夸你。师兄是说我很顽固吗？不，你这不是顽固，你只是有些头铁。我是化身在此地，死了也无妨。但诸位同门，阙州城的百姓，甚至整个有情国的存在与否，都在那位前辈的一念之间。如果有毒继续今天的头铁行为，迟早会给渡仙门招来大祸。这就是你刚才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。粉碎。想到了什么？要讲究方法。你如果选择坚持心底的正义，该如何表达？如何才能让玉不碎，石轻移？友情师妹，你这颗侠义之心，比长生道果都要珍贵。但要记住，要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，它才能够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。所以，不要被人利用，学会审时度势，不成一时之勇，懂得有进有退。洪荒之中，是非对错反复交织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。为兄希望你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，保护身边的人，也希望你能保持这颗珍贵又高尚的心灵。今日是玄雅鲁莽，险些将各位同门置于险境。回去后，自当请掌门责罚。
玄雅，你被夺舍了。玄雅，久久师叔。可是，在挂念有秦国之事，入门时本就应该忘掉凡俗种种。此时弟子凡心未定。是啊，玄雅，谁还能真的不管自己的生身父母？只不过你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不同罢了。师叔，我以为你是来拦我的。拦你作甚？都到这节骨眼了，能回去还是回去吧。放心，有我这师叔在，一定护你周全。师叔送我抵达有秦国之后，不必再。凡人之战，毕竟不适宜宗门插手，我不想让门内为难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？各位道友何必着急赶路？道威仙宗的人，长老，道友若就地返回，并告知贵门掌门将有秦国这块地皮相让，我等自会将你渡仙门诸位送回。为了争夺仙门资源，一个中州仙门都跑到南州来抢地盘了。训风！既如此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快去有秦国，这里我顶着。多谢师叔。母亲，人呢？这两人真叫人不省心。太子已殉国，我儿，天要亡我有情，我的孩儿，他还没有名字呢，我还没看着他长大成人，不能，不能，母后，我们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！所有人听令，从后顶撤退！在那儿！你们被强化了，快上！援军来了！有秦国阙州城城主之女夏凝霜，有秦国阙州城将军华有明，前来救驾。好，好！有秦国主靠嗑药续命，强行做了数百年君主，虽因违反天道招致浑身业障，但有秦国百姓也算安居乐业。只是太清圣人的目的，究竟是让我保有秦国，还是保华有明和夏凝霜？虽然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。
他们求死不能。友情师妹，先来我这儿。师兄，你怎在此处？有秦国之战背后有道威仙宗出手，师兄莫要涉险，还请速速离开此处。我有遁法，不必担心。不如咱们细细谋划，稳妥些救出。师兄，我是有秦国公主，理应为护国而战。师兄毕竟是渡仙门门人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是不是又要说，我不想因此牵连门内，还请师兄勿要多劝？上回对峙孔宣的时候，我和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干净了？你我既是同门，也为好友，我怎么可能看你陷入此地不管？可师兄，我虽在门内修行多年，但仍不忘我是有秦国的子民。今日，我不仅仅为我的亲人而战，更为我有秦国子民而战。前路凶险，敌人过于强大莫测，我自安于天命。但请师兄不要牵连在内，你我都改变不了今夜之事。若师兄执意相劝，那你我今后不做好友也罢。不管了，随他去吧。友情悬崖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可知今日是谁灭了你们有秦国？是我！当年也害死人妻，我筹措多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为了一个元清，不惜覆灭整个有秦国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袁家所谓的复国大业，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。你住口！剑！我可是天仙境初期，你一个真仙境巅峰，怎么可能？真是话都不听我讲完，今天就照你一次，暂时将我的力量借给你，以后打500年功来还吧。乘风破浪。
我在。不想死的，自封修为，原地打坐，你除外。言符阵，遮天蔽月。道威仙宗的人没拦住，祖先们来援了，快撤！面甲女既已殒命，她一族后续之事，你想如何解决？他与元清意图反叛，死有余辜。但追究其族人，只会令他们徒增恨意。有情国已是如今模样，又何必继续下去？玄雅，本师叔来救。怎么打完了？救救师叔，掌门。玄雅，我理解你担忧亲人，但你一个人来有情国太危险了，往后行事还是要多加思虑。掌门，好了好了，玄雅不哭啦。燃灯副教主就是他们渡仙门，系我阐教道威仙宗。阐教副教主燃灯竟然亲自现身，难道道威仙宗进攻有情国，也是燃灯授意的？有情国之战的背后，莫非是人禅两教之争？明明是你们道威仙宗一言不合就开打，还赖到我渡仙门头上来了。小九，莫要冲动。燃灯副教主，渡仙门与贵教道威仙宗之间必有误会，还请副教主。贵门后辈性情暴躁，既有误会，不如进我这灵鹫灯中静坐调息一番，还望贵门勿怪。这燃灯是非要和有情国过不去了。副教主的乾坤尺果真厉害，竟能引动天地间乾坤之力。
有秦国不过一众凡夫俗子，今日必要将他们彻底斩杀。天赐之人，震烁乾坤。玄都小法师在这时候跳出来，莫非也是为了玉帝转世身而来？如果是因人禅两教之争，冉登不必非要将有秦国之人赶尽杀绝。但若他是冲着玉帝转世身而来的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妖庭与天庭之争，才是这场战斗的关键所在。有秦国主身负业障，我作为阐教副教主，自当遵从阐教教义。小法师，莫要为难我。这好说。贫道现下便立刻将有秦国主击毙，全当送副教主一个人情。师兄，放心，他不会答应的。既能保住有秦国的无辜子民，又不违阐教教义，如何？杀他有什么用？满身业障的有秦国主，怎可能是玉帝转世身？好小子，在这儿给我下套！哎呀，小法师心怀苍生大义，实在令我动容呢。实不相瞒，我也存了惜才之心，有意将有秦国子民带回我教悉心教导。悉心教导，我看是一网打尽吧。这冉德，宁可错杀100，不放过一个，好歹毒！孔宣道友，晚辈有难，还请出手相救。这就来。道兄留步！道兄留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师兄？莫非是我认错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位仙子，是我赵公明眼拙。你哪只眼睛看我是仙子？啊？那你到底是凶还是仙子啊？难道既非凶又非仙子？我竟然有这种族权！找死！冉登的乾坤池，不愧是能在封神大劫里击退赵公明之物。如今的我根本不是对手。轩哥，轩姐，轩哥姐，快来救救孩子吧！本座在此，谁人敢伤玄都小法师？孔宣道友，孔雀道友，莫要给自己招惹因果灾祸，免得贫道出手伤了你。因果灾祸，出手伤我？哼，就凭你！孔宣这是天脸开大呀！巫妖大战时期，人族被巫妖两族杀至百不存一。那时，人族尚未获得修行之力，为躲避天上的妖族、地上的巫族，不得不躲入地下生活。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，妖庭得天道护佑，
人族反抗妖庭，就是在反抗天道。他们是人，他们都是自上古活下来的人族精锐。当年燧人兄麾下破开妖族周天大阵，将妖庭打落的最强之军。燧人兄为了获得与巫妖抗衡的力量，堕入魔道，10万将士追随他一同入魔，10万魔兵鏖战巫族，诛灭妖庭。水神今日究竟为何而来？闪灯，区区一个灵官将罢了。远古时提着一盏棺材灯，四处骗吃骗喝，如今倒是摆起了阐教副教主的架子。孔雀妖休得嚣张，贫道今日必收了你！这破齿果然废物。是吗？池中环宇，两外乾坤。五色神光，灵杀。一把破齿，还想伤到本座？孔雀妖，你这是打定主意要投靠人教，不惜与我阐教为敌。阐教好大的威风！云霄仙子，共鸣前辈，连截教也被惊动了。此前是我失言，望孔玄道友见谅。仗着仙人神通，欺凌凡人，若非有孔宣道友和小法师道友护持，乾坤池怕是早已让有情国灰飞烟灭。有情国气数已尽，我阐教顺天而行，诛灭此国。截教前来，所图为何？天命不佑，自有我截教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们这是要反天！燃灯副教主，可还记得天道因何而生？远古龙凤麒麟大战时，三族震碎洪荒，盘古残存在世间的意志，为守护洪荒天地，化作天道，约束众生。可见，守护之道才是真正的天道。既如此，燃灯副教主该与我们一同护佑有情国才是，何必倒行逆施？你，如今已非远古，若天道危害到生灵，吾辈自当反之。众生须受约束，为何天道便不可约束了？约束天道，有意思。说得好，有秦国之事，我截教管定了。阐教已公然与人教打对台，若是执意与截教为敌，在道门三教里同时得罪两教，只怕会背上分裂道门的罪名。这个罪责，燃灯担得起吗？截教今日所言，
贫道记下了。待贫道禀明元始天尊，阐教自会来找截教讨个说法。这3个关于天道的问题，既点明了修道之人理应守护苍生的真谛，也驳斥了阐教副教主仗势欺人的虚伪。云霄仙子当真厉害。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阐截两教闹翻，冉登还会用这把乾坤尺偷袭赵公明，绝不能让乾坤尺回到冉登手里，可又不能因此加剧人教与阐教的矛盾。孔宣道友莫要恼怒，我代冉登副教主跟你赔个不是，道友万万不可抢走他的乾坤尺啊！本座虽然可以，但没必要。行吧，看在玄都的面子上，再帮你一回。冉登副教主莫怕，道门一家亲，我来护你。这么好玩的事儿，怎能少了我赵公明？哎呀，孔宣道友的极速神通当真惊人，赶不上啊，赶不上！冉登副教主，你何故伤我？你们几个，够了！原来我们和真正高手的差距，根本不在修为。难道我们是差在法宝不够好吗？不，我说的是谋算之道，以及对脸面的割舍。这主要是靠天赋，修行是修行不来的。如小法师与公明前辈这般，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！怎么，小法师是觉得本座拿不得乾坤尺吗？孔宣道友不能如此想，今日是冉登副教主对你出手在先，你也是不甘受辱，愤而还击。副教主乃洪荒民宿，他定不会介意用乾坤尺向你赔罪的。谁说我？若他计较，就是故意损阐教威名，毁道门清誉。还是小法师明理，这乾坤尺送你了。幸得道友信任，我今日便做个和事之人。冉登副教主与孔宣道友之间的恩怨就此了断，如何？怎么回事？天道的力量在剧烈收束。我体内的法力好像不见了，这是天道之力所凝成的枷锁，仙人一旦被它锁死，就会法力尽失。天威发生了异动，那是天谴。师尊，
天道似乎在警告我们。近来天机紊乱，1、2千年内大劫必至，你与公明需做好准备。阐教圣人，原是天尊亲自出手了。劫运有变，归山。连圣人都避之不及，天道到底想做什么？任你机关算尽，有秦国终究在劫难逃。有秦国不过是凡俗一个小国，怎会令天道如此震怒？这个国家非往不可吗？天命所至，必有深意。无论圣人还是天庭，都不可干涉，否则就是与天道为敌。这可是天谴啊！圣人不能违抗天道的剧本，所以让我去吗？请不来天兵，请不来圣人，我还能做什么？眼下只有最后那一线生机了。天雷消失了。简狄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你还怀有身孕啊！简狄生气，他腹中的胎儿就是未来的商国始祖。气，这就是天雷避开简狄的原因。而一个要建立商部落的人，势必不能承袭有秦国的国主之位，这也是天道要往有秦国的原因。为了开启封神大劫，就要生伤；为了生伤，就可以毁灭一个无辜的国家，杀死无辜的人。这样的天道，还能够阻止他吗？人族魔兵踏破苍穹，唯一能与天道对抗的，就是与之截然相悖的魔道。踏破天穹之事，人族已做了一遍，不介意做第二遍。大战过后，10万魔兵只剩下3623人，他们的魂魄受魔气侵蚀，已经失去了一切情绪和感知，只知遵循燧人兄的战斗指令，
护卫人族。那燧人前辈他，天道判定他魔气深重，已经成为天地的隐患，于是剥夺了本属于他的天庭地位，欲将他禁锢。燧人兄不得不退守火云洞，一面修复战体，一面镇守人族气运，制衡天道。大禹前辈，要如何才能约束天道的力量？燧人兄就是对天道的反约束。吾等在洞中修行燧人兄的星火大道，就是为与天斗。若天再对人族举起屠刀，吾等就在大地上一跃而起。人族魔兵万年见了，燧人神伤势如何？不劳挂心，燧人兄托我前来向您问话。人皇虽离开俗世，却容不得人族被随意欺凌。不对，若燧人前辈当真无恙，他定就亲自带着魔兵来了。这样下去，如果道祖执意出手，再加上道祖的6位圣人弟子，局面将对人皇非常有利。天庭水神拜见道祖，小神奉玉帝王母之命，辅佐龙吉殿下，暂代天庭诸事。今日见有情国国主逆天续命，国运将尽，特来为有情国之人寻一场机缘。机缘何在？小神见此女颇有慧根，想与她腹中胎儿一道天命，让她与她的后人带领有情国移民，再立新国，定会比现在的有情国更为昌盛。天道不是想收商吗？若将有情国改建为商国，岂不是能变相保下有情国的人，保住人族的利益？人皇们也就不会再与天道起冲突。你可愿结下3道仙契？契一，新国任何国主若违反天命，便魂飞魄散。契二，新国须遵天庭，遵祖遵礼。契三，国不可养修士，天庭自会与尔庇护，如何？简狄谨遵先人旨意，今日得仙契，护佑我有情国一脉。简狄愿将傅胎儿命名为契。商国始祖契，果然，一切都会按照天道之意进行。小神如此处置，不知是否合适？玄鸟孔宣将赴兴国100年，尔等须以兴国图腾感其恩德。孔宣道友怎么了？道祖对他进行了修正。什么是修正？天道绝不允许任何事物违逆天命，一旦发现，就会让道祖进行修正，或动摇其意念，或将其一举抹杀。孔宣，带他们向东去。
统宣灵旨。所以，是天道让道子篡改了他们的思维，哪怕是有秦国自愿升商也不够，必须得有玄鸟升商。天道就容不得封神大捷的剧本出现丝毫偏差吗？众将听令，收兵回火云洞。长庚，我曾问过你人与天争之事，争有成败，成则改天换地，败则沦为天道掌控洪荒的棋子。如今你应当明白了，人族所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对手，无志不改，此战无休。人族若想强逆天意，除非拥有盘古那样超脱天道的力量，不然终究会被天道所禁锢。可即便是如今洪荒最强的道祖，也必须遵循天道意志行事。只靠力量，真的能胜天吗？长寿师兄，我与父母终会有再见之日，对吗？一定。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商国百姓必会卷入无端战火。我要想助人族避开劫难，往后势必要与天道博弈。我为棋子，亦可为执棋者。弟子修行至今，是否改变了什么？是。弟子如今是否在做某些判断时，已被天道影响？无需自疑，道有其中。也就是说，天道对生灵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。谢圣人点拨，弟子心安了。天庭重中之重，请记。什么叫重中之重？难道哪怕牺牲道门的实力，去快速填充天庭、完善天道，也在所不惜？师尊说，今日之后道门将有大劫，只是天机紊乱，师尊也无法窥到大劫的真相。从古至今，劫难来去，早已习惯了。小法师还未经历过大劫吧？一定要小心。大劫来临时，谁都不知道心底泛起的念头是否就是天道作祟，要拉自己入劫。天道为何要降下大劫？天地间的灵气是有限的，随着越来越多生灵开始修行，将灵气化作自身法力，天地灵气濒临枯竭，于是天道降下大劫，强制让生灵将灵气归还给天地。似人族这般，不用灵气修行也可生存，修行也可成为高手，护卫天地的种族，倒是很符合天道的利益需求。人与天均衡发展的办法，或许就在这里。小法师道友，燃灯副教主虽已离开，却不知是否会在暗处设下埋伏，可用我送你回天庭。哦，你们这小子当着我的面把水神老弟墙角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不地道啊！水神老弟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唉，怎么了？今日之天谴，让我想到了此前的天罚。我怕是得到了天道老爷的关爱。渡劫遭天罚，炼纸人遭天罚，如今又遇天谴，逼得我是皮开肉绽，但只能感恩感念。
可见道友的实力大有增益，才引来天道的关注。当为你贺喜。道友一向思虑周全，却也太过耗费心神，偶尔也该放松些才好。仙子也知，我修行岁月不长，到今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。我怕，若有天自己推断之事发生，却又无力阻止，只能时刻去想去算。你最长的一次想，持续了多久？17年。是为了何事要想这般久？道门。若是道门之事，我亦是道门中人。如果道友不介意，日后我可与你一同想。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。那我这便回三仙岛修行了。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仙子，那个，我们此次会面是事出有因，可否不算在500年的计数内？自然。公明前辈，这是作何？水神老弟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有个小法师要和你抢我大妹，再不抓紧时间找你们天庭的月老帮忙，你可就没戏了。大劫都快到了，现在是在意这个的时候吗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？那个小法师就是我呀！哎呦！月老掌管姻缘，每日都与姻缘打交道。这洪荒天地之中，想必没有人比你更懂姻缘之事了。略懂，略懂。他懂啥？他就是被玉帝放在这里看管相思树的，一个几万岁的纯阳天仙，他能懂啥？月老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让你听我说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云霄仙子想和水神做知己，水神想和云霄仙子做道侣。没错。可云霄仙子这般的先天生灵，在相思树上并无牧人，小神牵不了她的红线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不如让水神给云霄仙子写封信，暗表心意吧。信？可是那种看起来很好懂，实际上看不懂的信。莫非公明前辈收到过这样的信？金光师妹给我写过。哦，看来是金光前辈想和公明前辈做道侣，公明前辈把他当知己了。金光圣母在封神大劫的故事中，死后上封神榜，成为天庭的殿母。在生伤这个节骨眼上，未来的殿母突然苦练未来的财神爷，是姻缘到了，还是又一个天道剧本？
让风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一身凡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闲庭信步，朝阳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我叫李长寿，一个蓝星人，因种种意外来到洪荒。稳健是我的人生信条，躲避封神大劫是我的终极目标。人皇大禹率3000魔兵对抗天谴，我明白天道要走生商的剧本，遂与简狄订立仙契，改建新国，并由此见证天道修正记忆。终于能修……什么？我挖自己的墙角？赵大爷竟然收到了情书！这已是金光师妹最近送来的第3封信了。莫非道友对金光道友无意？我素来将金光师妹当作同门看待，别无他意。可是我每想开口拒绝，她都用那种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。狠绝的话，我根本说不出口。公明前辈，你何不也写信给他？好主意，以后你别老叫我什么公明前辈，叫我公明老哥就成了啊！好，公明老哥。金光前辈，这封信确实是我提议让公明老哥写的，他对你之事颇为烦恼。是我不该纠缠他。不，金光师叔，依我看，公明师叔写此信未必就是拒绝的意思。火灵是指火灵圣母，多宝道人之徒，结交3代弟子的翘楚。封神大劫中为报徒弟之仇，与西周经对阵，是引动产劫对峙的关键人物。说来截教女仙怎么都爱自称圣母？这不是和圣母女娲撞名了？叫圣娘多不实。师叔，您从第4行开始，将这书信每逢双行的首字连起来一读，便知其意。这封信拒绝的够明显了吧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今昧莫及，无心久矣。这也太妙了！他还会写藏头诗，是太牵强了吧？若真是藏头诗，为什么我从第1行就开始藏头？金光再傻也不会信的吧？原是我误解了公明师兄的心意。公明，公明！刚才多谢水神，金光师叔苦情久矣，我实不忍看他黯然神伤。听闻您才智过人，这才将他哄来您这儿，还请您出手相助，一因因果，我愿承担。金光前辈竟有你这般挚友，也罢，我可以帮你。
小地藏，你外出历练可算是回来了。那玄都小法师，关键时刻跳出来坏我好事，实在可恨。快让你那谛听施展神通，我必要将他找出来。早已试过了，连谛听也无可奈何。这么没用，不如走点钝的。今日到门内，似有情感纠葛，或有可成之机。小地藏，你有把握吗？哎，听说了没？火灵师姐已经搬去了公民师叔的龙福洞，二人已经……火灵？谁说的？是阐教的黄龙师叔。就是你传的我和火灵师侄在一起了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！我说了，我没说，我就是没说。你们这叫怎么诬赖人呢？一会儿说你说了，一会儿说你没说，恶人露馅了吧？怎么了？这是哪什么？大师兄，快来呀！邪教欺负龙了！哼，谁还不会摇人了？邪教弟子听令，速来中州集合！黄龙师弟四处造谣，败坏我徒儿火灵的名声，你阐教这究竟是何意？三教同源同流，你辱骂黄龙师弟，可曾念过道门一家？我遭了算计。为何？阐结两教这般情形，不是我们想见到的吗？我要的是徐徐图之，待两教间隙积累的足够多，最后终会崩塌。但今日两教的情状已远远超出我的设想，幕后设局之人不但看穿了我的计谋，更用以反制于我。这多宝和广成子演的倒是怪好的嘞。西方教今日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如何收场。哎呦，玄都大法师终于登场了。师兄，早前闻你两教谣言之事，我便请天庭出面引动天道之力，凝出一面正德碑，可追溯一世之源。师尊，12品功德金莲，是西方教在替此人遮掩。截教众仙听令，阐教众仙听令，随我逼上灵山。好生凶险，此局真是环环相扣。小地藏虽及时返回求援二教主，躲过正德碑之计，但这逼上灵山的算计根本避无可避，怎么办？西方教能主事的，给贫道出来！
来得好快。难不成今日便是我的死劫？主人，估计你这次没救了，记得给我找个好下家。20尊，不知我在您心中是否如一枚可以随时被舍弃的棋子？诸位道友，如此兴师动众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西方教造谣生事，毁我图清誉。玄都师兄已用正德碑推演，凶手正在你们灵山之中。道友莫急，西方教定给你们个交代。你们之中谁做了此事？此事是我做的。弟子谢过20尊。主人，你们教实在太不把生灵当生灵看，竟用摄魂之法操控自家弟子。慎言。听闻你四处碰瓷我教弟子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想到了这挑拨道门的计策。果然找了个弟子背锅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们上灵山后，西方教定会随便找个弟子背锅。不如……是吗？你照着这法招所写念一遍，立下天道誓言，我便信你。天道誓言容不得半分谎言，倘若这弟子当真念了，便立时会露出破绽。用天道誓言令西方教陷入两难，水山老弟，妙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念！还是说你不敢念？此事不过是场私怨，道门3圣与西房2圣皆师从道祖，何必闹得如此僵硬？西方教真是厉害，我们讲道理，你们就说面皮；我们说面皮，你们又开始讲感情。合着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我道门恃强凌弱呗。既如此，我等便认了。今日过来就是捏你们这些软柿子，不服就打，服就憋着。哦，他就是太乙真人，真阴阳怪气大师，一开口就能气死人。也不知未来哪吒是怎么忍受这个师傅的。那是。缘起缘落，自有缘法；既有前因，自生后果。即日起，灵山封山1000年，若无贫道之命，众弟子不可随意外出。这准提当众灭口，太不要脸了！公明老哥，我们的目的已达到，今后西方教不敢再随意算计道门，当适可而止。今日因果已了，我等就此告退。今日之事当真痛快！此行不但顺利瓦解了西方教的阴谋，还拉近了阐截两教之间的关系。但愿未来大劫中，两教别再斗个你死我活了。
是太清圣人在为此人遮掩。你在明，他在暗。是故你败，他胜。自今日起，你在此地禁足思过。若无我令，勿多出手。谨遵二师尊法旨。主人，你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？拥有如此过人的智计，能躲过你的心生探查，背后又有太清圣人替他遮掩。放眼整个洪荒，除了水神，还能有谁？主人，你在害怕？我没有。若此次当真是他所谋划，那我也不算败得太冤。算计不过就算计不过，你何必嘴硬？急了，心境乱了，全是破绽。水神，下一次交锋可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闭关数月，近日才听闻火灵失职与我大哥那谣言之事。幸好你暗中筹谋，揪出凶手，否则以大哥的性子，只恐此事不能善了。只是略施小计，仙子过誉了。产劫关系虽略有缓和，但产劫相争的未来究竟能否被改变？两教相争是必然之局，还是这结果只是天道想促成的？纷争平息，你怎么还如此心事重重？我在想，天道之下，生灵是否有选择的余地？是不是生在这天地间，就逃不开天道的掌控？倘若有一日，我如逆势而为，又当如何？大道无时，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此一不为天道所掌控，便是变数。可谁能保证，在每件事中，自己都能成为突破天道界限的那个变数呢？你可还记得我结交的教义？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性子中总喜欢稳妥，以至于对旁人都难以完全信任。但有时，这一线生机，并不会印在自己身上。师尊常教导我们，互帮互助，有难同度。能用重力，则无敌于天下；能用重智，则无畏于圣人。我懂了。跟前辈高人谈心，对修行当真大有裨益。现在又知我是前辈了。我之所求，将来必与天道大事相拟，必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好你个黑豹，南墙大爷的宝贝！大劫将近的节骨眼儿，太清圣人突然让我去关注一只黑皮豹。奇怪，这豹子看着修为也不高。拿命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去！多谢前辈搭救。等等，莫非是姜子牙的同门师弟，元始天尊之徒，申公豹？前辈您对我恩同在上，您定会一生平安。
天仙境竟然没死，而我竟没察觉到他的偷袭，就像神识被蒙蔽了一般。什么情况？前辈，您没事吧？前辈为什么？这申公豹在大劫中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煞费苦心，反复横跳。太清圣人让我结识这位劫运之子，看来对大劫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前辈，您别误会，我绝对没有存坏心，我就是非常真诚的祝您一生顺遂，一帆风顺，一往无前。前辈，你还好吧？申公豹这嘴是开了光了吧？不过，倒是可以利用利用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我只是觉得你这只妖颇为有趣。妖庭大兴在即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良才。您是妖庭的人，我留些丹药给你，你且在此地好生养伤，往后自会有你发光发热之处。前辈可否留一名号？贫道本自清修客，少问世事驾闲鹤，你就称我陆鸦便是。妖庭，陆鸦，莫非您是？啊！太子，您的恩情，晚辈永世不忘。晚辈为太子立了一个长生牌位，从今以后每日上香。气息怎么突然这么差了？愿您能万事顺遂，妖庭还要靠您振兴呢。大阵怎会无缘无故破碎？我既没亏气运，也没欠功德，这绝非巧合。究竟是谁要害我？我当然不指望申公豹真能奶死陆鸦，不过倒是刚好借此试探一波天道。自玄鸟升商以来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道的剧本，我究竟可以改动多少？彼时天道本欲将除简狄之外的所有有情国皇室成员全部杀死。经我斡旋之后，这些人得以保全，但同时，天道为遵循玄鸟升商剧本，又对孔宣进行了修正。天道剧本之下，究竟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动的，哪些事情又是不能改动的？为何有情国皇室可以保全，孔宣却要被修正？在改动天道剧本与遵循天道剧本之间，必定存在偏差率。如果能推导出这个偏差率的精确数值，我就有了更多的可操作空间，尽可能的救下更多的人。而陆鸦，这个封神大劫期间的截教头号死敌，将是我计算偏差率的第一只小白鼠。母亲，还请告诉孩儿，孩儿到底又做错了什么，偏要如此亡我？
过去了，金蜈蚣也是如今的断壁残垣，兄弟姐妹们只剩下了我一个。出自汤谷兮，漫天游；归于于渊兮，欲甘渊。唉。圣母娘娘传水神前往圣母宫一叙。让黑豹对陆压行诅咒之事，可是你的算计？陆压多番谋害玉帝陛下，已成天庭心腹大患，小生不得已才暗中出手。我答应过他母亲羲和，要保他性命。今后若他无大过，你不可随意出手。另外，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浪前辈，圣母，我那位同乡，你只需知道他已彻底死了。天道已修正了他的存在，无也不可多提。浪前辈死了，那我之前的猜测有误。太清圣人和道祖红军都不可能是浪前辈了。今日召你来，吾还有些事要叮嘱。三教中，元始师兄心思太深，通天师兄桀骜不羁，唯有太清师兄早早看破盛极而衰之。7年巫妖大战之时，6圣之中，唯有太清师兄暗中出手，助玄都对战东皇太一。后妖庭没落，天庭兴立，太清师兄更是以化身坐镇天庭。原来太清圣人曾出手助玄都大法师击败东皇太一。等等，大德后土是不是也说过？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，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。人教的许诺，莫非也与太清圣人有关？他竟暗中做了那么多，看来我此前猜测的没错。太清圣人也不愿意看到道门内战，他的计划与我在大劫中捞人的计划并不冲突。多谢圣母指点。来都来了，画几幅漫画再走吧。显然陆压还不能提前死，但要计算天道偏差率，样本数据还不够多，尚需10日。眼下，先从试探公明老哥入手。多谢水神老弟带我来天庭逛一遭。公明老哥，近日听闻有大劫将至，你有何打算？你有应对之策？你看这天庭如何？灵气充沛，大道有宗，可谓是修行圣地。可惜一言一行都有天道监管，颇不爽利。天道至公无私，监管又有何妨？我不慕天庭之功德，不愿被天庭所辖管，更不愿有什么君臣之道。修道为何？先长生后逍遥，寻的是无拘无束，为的是念头无阻，不然何以求得超脱？果然，通过让公明前辈加入天庭躲避封神大劫的法子不好使啊！云霄仙子，公明老哥，我究竟怎样才能救下你们？
太子旧伤未愈，似又添了新伤，此乃12品功德金莲所结，能助太子早日痊愈。想与我联手对抗天庭和道门，仅凭一颗莲子可不够。联手？我要的是妖族听命于我，令行禁止，不可违抗。妖帝印玺，啊，此物怎会在你手中？2位妖皇陨落后，妖帝印玺随之隐没魂荒，贫道费了好些功夫才寻到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师兄，我活着回来啦！还未验明正身，就这般毫无提防靠近吗？若站在这儿的师兄都不是师兄，我再小心谨慎，怕也活不了。下山一趟，果然成长不少，心境也非往日。有些事要正式跟你谈一下。啊？正式？啊？玄都小法师，天庭水神，师兄你竟有这么多身份，切记保密。另外，我在外行走，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人。你可听说过云霄仙子？截教云霄，先天生灵，天地大能。师兄，你和云霄仙子，你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。此事解释起来十分复杂，你可以理解为，云霄仙子与我因某些事有了交集，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近了一步。师兄，你一下说这么多，让我怎么信呢？我目前对云霄仙子只是略有好感，毕竟像她这般温柔动人、遇事果决、出手很准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先天生灵，圣人弟子，天地大能，美丽动人，温柔贤惠，我明显不是对手啊！而你与师父是我最信任之人，你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师兄处理一些事务？我愿意，师兄，我会做好力所能及之事，成为你的助力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哦，灵娥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有没有受伤？师父。青丘狐族又来找茬儿。小兰见过奇缘道长。这声音，这眼神，不太对劲。继掌门，我族功德狐女小兰与你渡仙门这位奇缘道长，哼，结成道侣。如何？你摆平什么了？若非你那什么寂寞的歪理，不要怎会？对师父芳心暗许。弟子对症下药，是他想多了。且狐妖此举定然有诈，我已将其引到僻静之地，我可趁机一探。道长一刻也不想见我吗？自上次一别，奴家每次闭眼，脑中便是你。年复一年，奴家对你早已情根深重。他好像真被师兄忽悠疯了。你这逆徒，老道我！既如此，师父不如以真心换真心。
师兄，你真相信狐妖看上师傅了？非也，此乃狐妖之套路，先忽悠仇敌爱上自己，再翻脸羞辱，以此来报复。蓝道友，可武完了？师傅，鼻子，鼻子。没眼看，没眼看。狐妖路子这么野，师傅能稳住吗？或许能撑3个时辰。道长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使不得。道长若对我无意，为何不敢正面看我一眼？蓝道友自重，贫道思来想去，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个清楚。师兄，你假扮师傅的事要被抖出来了。师傅待人诚恳，又岂会再做欺瞒？道长请说。美色当前，臭老头要原形毕露了。道友其实一直认错了人。什么？果然说出来会痛快许多。道长此话何意？与蓝道友相交的是一位高人，他不想被人所知，故用贫道样貌走动。当然，这也是贫道允许过的，只是不曾想。道长何苦骗我？外貌可相似，但道心、性情却难做到完全一样。虚假终归是虚假，蓝道友着了相。这么说，我一直恨错了人。恨？狐妖心态崩了，师傅却毫不知情，怕是要吃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还以为蓝道友生了心魔，原来是在骗我。你不是应该一副受到欺骗、愤怒、怨恨、尴尬的表情吗？怎会如此？而且，我生了心魔，不是与你更有利吗？蓝道友困于执念，贫道有不可推卸之责。若你再因此诱发心魔，贫道良心难安。替你样貌之人是谁？事关高人安危，贫道宁死也不会说。蓝道友心中不忿，不若在贫道身上出几口恶气。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不是你，我打你做甚？真诚克腹黑，果然是万年不变的定律。出来吧。师父当真令徒儿钦佩，美色当前，竟能如此坦荡。长寿，你随为师走走吧。师兄保重。若最初便与蓝道友说明白，或许就能省去多年怨怼。长寿，如今你手中权柄越来越重，能在无意间决定旁人的生死命途，但是否也因此少了一份对旁人的敬重？为师已教不了你修行，道理也不如你懂得多。为师知你心底有一份正直所在，只是习惯了稳妥。但因果轮回，一饮一啄，若忽略这般因果，怕是会为你前路埋下隐患。师父，弟子……这算是蓝道友之事对你的惩戒。以后你也是天庭1号大人物，为师也不能随意教训你喽。敬重之心，因果轮回。尊师所言，有些在理，有些却忽略了你的处境。你发自微弱，又过早参与大教之争，若不遮掩形貌活动，早就身死道乡。
处置狐妖时，于你而言，本就是两难。仙子可是在为我鸣不平？我处置方式确实粗糙，此番训斥理所应当。只是师父一生情路坎坷，心中执念是与故人重聚。可我并非他，很难做到感同身受。正因如此，才不能把话闷在心里。今后若再有困苦，亦可同我言说。大姐如今可有动心？何谓动心？就是心底总有个念想，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一个人，连大道之中也可见此人踪影。眼下，这般念想是不是劫运作祟，我难以决断，还需闭关思索。水神，奇缘道友出事了。孽缘线。水神大人，您定要相信小神。奇缘道友乃是您的至交好友，小神怎敢给他随意安排姻缘？更何况还是这种命运纠缠、不死不休的孽缘线。是天道，这和大姐有没有关系？狐妖是占据妲己肉身的九尾狐吗？虚假终归是虚假，外有慧而心无恙，亦可修得无上果。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162座海神教势力范围的城池遭到妖族袭击。长寿，长寿，逍遥仙宗发来求救信，说遭到数万妖兵围攻，其中有不少大罗之境的高手。即便贫道带人赶去，恐怕也是力有未逮。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门外也有一批妖兵，数量不下10万之众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殿下，先帝便是以此印玺，号令百族。若你拿回此物，必能得到北周那批高手的支持。他们都曾追随先帝，实力不亚于当初的10大妖帅。
妖帝应玺乃妖庭至宝，自当归于妖庭。可我如何确定事后一定会物归原主？贫道可立天道誓言。怎么，你们西坊教也开始学道门，用天道誓言自证了？方法而已，能达成目的即可。主人，你拿妖帝印玺去赌，小心血本无归。这一次我有17层算计，看水神如何应我。诸位久等了。地藏，灵山因他而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被尊体圣人启用了。主人，他就是文静。金蝉折损前就怀疑过他。往后见我，不必行跪拜之礼，请起。因各位跟脚，我西坊教无法让你们走到台前，但诸位所立功劳，2位师尊都会看在眼中，该有的自不会缺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谛听日前获悉，水神极有可能出自人教仙宗，但人教仙宗共有6家。文静，你觉得若对人教仙宗发难，逼水神现身，选哪家较为合适？那自然是要选道成最多的那个逍遥仙尊。但水神绝非一羽之辈，他那灵爆秘法，委实有些吓人。此次围攻的是人教仙宗，他若用灵爆秘法，岂非自毁城墙？大人所言极是。你我在此商讨时，贫道的算计便已开始。妖庭的妖兵作为先锋军，分往3处袭击，各位只需在此静候指示即可。这个地藏下手好快。水神，是你让我折服的，不是我不给你传消息。你可千万别怪我。主人，这个文静一直在心里嗡嗡嗡个不停，肯定一肚子坏水。快逃！水神，你再不现身，我们就将此地夷为平地！要逼我本体现身进攻熊寨，倒也说得过去，怎么偏偏他选中了渡仙门？不能因为渡仙门菜就那么欺负人吧？掌门莫急，啊，一会儿我会在暗中与您配合。嘿嘿，小家伙，俺又来揍你了！大前辈，太清圣人竟然主动把玄黄塔送来给我防身，看来事情大条了呀！必须启动最高级别防备体系。长寿，掌门，立刻召集宗门上下，赶往地脉挪移大阵。不战而逃？可地脉出的挪移大阵，在上一次渡仙门大战时已经暴露了出口，难保此次敌军不会埋伏在那儿。数年前，弟子便在旧的挪移大阵下方1600丈处，搭建了一处新的挪移大阵，十分无疑。掌门速速带人前去，逍遥仙宗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。这次就全仰仗长寿你了。天子纸人军团开启熊寨紧急联络通道，神字纸人军团求援多宝道人。
邪教火灵，奉师尊多宝道人之命，驰援人教，逍遥仙宗。这水神反应好快呀，又是化身又是求援的。不是还有渡仙门吗？快，让他们跑了！掌门，为何独缺小琼风一脉？他们决定留下来。那弟子也决定留下来，请掌门成全，弟子生死无怨。去吧。掌门，这无妨，他在此地，应该比跟着我们更安全一些。奇缘师叔，九九是有情师妹，有些事情还不方便告知他们。师兄，大阵……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你与灵儿下棋看戏即可。师兄，这是来了多少妖族？哼哼，10万有余。师兄，9成8。不然呢？你可是在质疑为兄的遁法？这可不敢，师兄遁法无双，跑路无敌。来晚了，他们跑光了。老大，这里会不会有埋伏？咱们要不问下地藏那边？渡仙门不过是个小宗门，能有啥陷阱？你少给我提地藏！砰！10万妖兵来了，就别想再走。师兄真厉害！糟糕，我是不是说漏嘴了？今日让有情师妹待在此处，我就没打算隐瞒身份。切记，我此前给你们的新生屏蔽仪万不可离身。师兄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长寿师兄的本体究竟在何处？这个倒是说不精准，不过通常而言，师兄都会在一个最为安全的地方。各位莫怕，贫道只不过是天庭文官，并非武将。平日里只是擅长一些撒豆成兵之术，各类符阵以及各种毒丹而已。冲啊！四边符阵，镜子迷宫。
卡前辈，晚辈向您借3缕威能一用。这样一来就能混淆视听，不会暴露我的根脚。这小子，你心眼子也太多了。说好的天庭文官不善武力呢？你这卑鄙无耻之徒！尔等不过是上古败犬，今日竟还敢在此嘤嘤狂吠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妖。水神，你一意孤行，若人妖两族再度大战，此间因果你当一力背负。妖族并非人族之敌，大德大慈的圣母女娲便曾是妖族客卿。只有那些将生灵视为草芥的邪恶生灵，才是全洪荒生灵之敌。怎么感觉水神说的好有道理？不要听他乱说，冲！哎妈，太弱了！这群家伙没吃饭呢，那感觉被他们打，完全就是爬宝界的耻辱啊！地藏派妖兵来送死，恐怕另有用意。3处的水神化身都有玄黄塔，主人，你的算计落空了。只是第1重罢了。文静，你对眼下局势怎么看？地藏大人高明，袭杀人教仙宗，逼出水神根脚，只是您的第1步。您真正的目的是想令妖庭为道门仇视，四处树敌，最终不得不投向咱们西坊教。哦，你是如何看出的？我教与妖庭屡屡败于水神，究其根本，乃是我教与妖庭的合作嫌隙颇多，才被水神钻了空子。倘若我教能彻底掌控妖庭，水神自不足为惧。主人，这个文静和你之前说过的话一模一样。文静，有时太过聪慧，并非好事。去渡仙门支援妖兵吧。但愿这一次，你的聪慧不会让贫道失望。是。竟欲借机令妖族投向西方教，不愧是地藏。文静，稍后你配合我。师兄这么一笑，肯定有人要被安排了。今日竟有这么多的妖兵，那位道友果不欺我，当真有大量功德送上门来。那位道友，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之事，不是只有地藏大人知道吗？难道水神和地藏是一伙的？你们一定是误会地藏大人了。哎呀，被你们发现了！为地藏道友考虑，我今日是绝不能放过你们了。主人，你麻烦大了。天庭水神长庚以神权宝器为令，命天兵天将包围此地，莫要放走一妖。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这个地藏不仅与水神早有勾结，如今还想要杀妖灭口，这口恶气我们岂能放下？兄弟们，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
这么明显的挑拨计，妖兵居然还会上当。那些妖兵被你派去送死，本就对你不满。主人，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次确实很像你与水神配合，阴了他们。快，通知文静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去截击那些逃走的妖兵。只要这些妖兵不死，我的第3重算计就能铺开，定能试探到水神的根脚。此局就还不算输。完了，主人，他已经出手了。咱们擅自做主杀了这些妖兵，会不会不妥？水神摆明了是想将脏水泼到地藏大人身上。若让这些妖兵活着离开，地藏大人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文静，你坏我大事，还不快退！是。血尸黑纹，受死！水神大人，虽然知道是在演戏，但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更狠的还在后面。纸人灵爆阵，核爆起！阵，他何时布置在此地的？主人，不好了！刚有妖族大能在北周现踪，已扬言要找你算账。主人，路亚已得知了今天的事情，放话再也不与西坊教合作。哼！主人，说，水神刚刚在逍遥仙宗说了几句话。主人，你……他说了什么？算了，主人。我怕你被气到吐血。说，他说：“各位谬赞了，我此前绝对未得到西坊教地藏提前通风报谢，只是与他大概算理相当，惺惺相惜。他要妖族好感，我需守护人教道成，为天庭扬威，仅此而已。我们。”绝对没有串通。现如今还在为地藏掩护，水神真是考虑的太周全了。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呐！二师尊，此次是弟子技不如人，妖庭那边，弟子会设法斡旋。世间诸事，自有缘法，不可强求。文静，你可知错？属下何错之有？你与水神里应外合，截杀妖兵，将我与水神合谋的谣言坐实，是也不是？妖兵受水神蛊惑，属下担心他们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这才出手灭口。
属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地藏大人您考虑。若今日之事让您在妖庭那边没法交代，您大可将属下交出去，属下不会有丝毫怨言。但您绝不可怀疑属下对您的忠心。你罢了。这水神倒也真够厉害的，要不是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再加上他让我按他教的话说，这回恐怕很难摆脱西方教的怀疑，可算是逃过一劫。主人，文静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看不出一丝破绽，那就是没问题的意思喽。没有破绽，往往有2个可能：一是真的，二是装的，且装得天衣无缝。我希望答案是前者。若是后者，水神的智谋已到了极高的境界，我西方教之恐。唉。有情师妹，今日所发生之事，望你记在心中。日后，我自会为你安排一条明路。玄雅定不负师兄期望。殿下，西方教地藏已在外等候多时了。为了这枚妖帝印玺，我妖庭折损了多少妖兵？你去告诉地藏，妖庭不会再与西方教合作。殿下，如此不是正中那水神的挑拨之计。哼！水神挑拨为真，地藏心存他意亦为真。否则，他为何会派妖兵充当先锋军？看在妖帝印玺的份上，我暂且不追究地藏之责。但那劫杀我妖兵的血赤黑纹，最好一辈子别出门，否则我妖庭定将他碎尸万段。此役实在冒险，能侥幸取胜，全凭你在其中助力。但陆压竟如此大范围的搜捕，此事是我顾虑不周。下一次，还是以保全你自身为主。那个，既然奴家这一次表现那么好，水神大人什么时候？而今你身处险境，等到机会合适，我自会安排你与大法师相见。奴家明白。此物唤作周边，也叫谷子，乃是我老家的一种信物。好可爱，大法师的谷子。奴
家谢过水神大人。谷子。文静这边终于安置妥当了。渡仙门一役，小琼峰虽然没有受到波及，但仍需升级防护措施。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小琼峰基建环节。我宣布，小琼峰2期改造工程开工。新型小琼峰在外表上与以往没什么不同，其中却另有乾坤。不但兼顾了洞府、板砖、自移动超级阵法炮台，还能凭芥子乾坤之法，令风中人一同缩小放大。里长寿版新型小琼峰，让跑路变得更加方便。除此之外，一系列法宝也需要升级，尤其是从冉登那里打劫来的乾坤尺。哇！大劫将至，大妹让我们在岛上安心修行。你俩玩够了，就赶紧回去吧。大劫都还没影呢，怕什么呀？说什么灵山封山1000年，这地藏又在外面溜达了。二妹三妹，几声书否？否。快来助我！有人好歹助我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西坊教地藏，是你杀的大哥！贫道只是路过。大哥，你醒一醒啊！你们说是要公聊还是要私聊？我刚才可什么都看到了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为什么洪荒会变成如今的模样？要说那地藏反应也是真的快，见我吐血也立马躺地上吐血。什么事情这样好笑？说来与我听听。和我们没关系，一切都是大哥的主意。就是。嘿，你们俩，大妹，你听我解释。公明老哥他们碰瓷地藏，虽说是恶习未改，但也算在无意中替我出了口恶气。你说的可是地藏派妖兵向人教仙宗出手，逼你本体现身一事？仙子知道。你的事情，我总是会多留一些。人教仙宗遭遇妖兵袭击，天庭定不能坐视不理。昔年道祖因天庭代其行监管洪荒之权，我欲以天庭之名发布讨妖檄文，如此便师出有名。大劫将至，你虽在天庭行事，但也要小心。我近日总是心神不宁，怕是已有什么劫难应在我兄妹身上。2位妹妹，我能尽足3仙道，可大哥终究是我兄长。倘若劫难避无可避，我定会与你，我定会倾力相助。无论你我结果如何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妖挺余孽路压，心怀谋天之意，操练妖兵，祭炼邪宝，残害巫族，兵伐道门，天庭承天道之意，维护天地安稳，
今特发檄文，命天庭各部追捕陆压，将其捉拿归天。天庭此举，无非是想逼我现身，再无法躲在暗处算计。水神心思狡诈，借机广招天兵，短短数日，便有不少炼器士投奔。原本无人在意的天庭，如今已有大兴之势。老臣惭愧，不能为殿下排忧解难。此次妖族折损太多，若要东山再起，只怕得找那位前辈了。伐妖檄文一发，陆压定有所动，让我趁机搞一波。敖乙，稍后你安排。陆压不识天数，妄图复兴妖庭。一旦发现陆压踪迹，即刻逮捕回天。陆压前辈有危险，盼前辈平安度过艰险，大吉大利。瞧我这张嘴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种无缘无故遭灾的情形，为何又来了？莫非霉运是经周天运转，或是我妖族气运不足所致？得尽快请那位前辈出山。10卦9不准，一天算10卦。今天10卦用完了，客人改日再来。前辈既留在此地等我，何以低头不见？小老儿见过您。夫人，您印堂发黑，似有血光之灾。正是有这般灾祸，才来寻前辈指点一二。望前辈念在昔日旧情，帮一帮我。我跟您认识。我族被欺凌至此，前辈当真不愿助？殿下，稍等哈，等我炒完这个菜，还有2桌客人在等。来。前辈为何在9司之中做个厨子，而非？殿下认为贫道为先帝效命时，便以能掐会算为生灵所知，而今隐居此间，理应做个与之相称的卦师。其实，贫道的兴趣远不止占卜观测。是晚辈先入为主了，前辈看来相见，可是愿出山相助晚辈一程。我还道殿下是问活命之法，不曾想竟存着这般念头，如此便请回吧。前辈言下之意，晚辈有生死之危。大祸不远矣！天庭水神千方百计害我，阻我妖庭复兴大业，望前辈救我。贫道曾见证百族不甘被巫族捕食，汇聚不周山顶，立妖庭与巫族争锋。但百族压过巫族后，却开始了无尽的征伐和奴役。妖庭败落是应得的因果。那些喊着复兴妖庭的家伙，不过是想借机行奴役之事。殿下莫要因此纠结前世。无数妖兵惨死在水神的谋算之中，如今天庭又广发讨妖檄文，妖族面临的是灭顶之灾，晚辈如何能放下？还望前辈帮一帮我，帮一帮妖族。妖庭已无力改变败局，我的9个孩子已经在大战中死去。
如今唯剩一子，但这孩子有3次生死大劫，望先生解救于他，西河感激不尽。老臣的命是娘娘救下的，但有所托，老臣必不辱命。罢了，终归是欠先后几分情谊。天庭欺我妖族良善，偏帮巫族道门，妖族处处退避，百般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一道讨妖檄文。今日，陆压以妖庭太子名义发此檄文，即日起，妖族不再遵天庭之命。说的跟以前听过天庭号令一般。水神大人，这些妖族凶到就差直接咬人了，咱们何时起兵伐妖？妖族派系凌厉，难以一心。此时出兵，反倒会促使他们结盟。那时天兵会死伤几何？一旦伤亡过大，哪怕顺利镇压，天庭实力亦会暴露。倘若再败，天威荡然无存。是小神莽撞，思虑不周，望水神见谅。不过妖族不尊天庭，便是不尊天道。诸位身负神职，何不用天道之力削他几层皮？比如雷伐殿给身负业障的妖降雷罚，吓他一下。代管财部的诸神就搞点破财之事。小神代管风部，可令群妖汇聚之地，日日大风，不见天日。小神代管四季轮换，可让群妖居所，夜夜大雪，白昼酷热。小神代管黄昏晚霞，可写上妖族必败等话语，乱其军心。小神专管侧神殿，定要妖族如厕时4次爆桶，溃不成军。小神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。算你一功。不过扰乱妖族的关键还得看月老殿，如何让各大妖王互挖墙角，加快妖族内乱。卞副统领，听闻你深谙此道，还望能对月老倾囊相授。是末将的一位朋友深谙挖墙脚之道，听他说，要先与那人结交，温言细语，若事情败露，也可厚着脸皮据理力争。水神老师算计之脏，令极发指，其对老师无比钦佩。若妖族愤而攻打天庭，又当如何？那他们顷刻间便会死无葬身之地，连骨灰都不会留下。教主哥哥定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传令四海，整军待命，随时驰援天庭。是。都打起精神，我们是要给妖族送官，为水神大人助威。你让老子失去南妖的尊严，老子让你失去这条命！天庭便让妖族内部出现不少裂痕。前辈，我们到底何时发兵？等到水神以为将妖族和殿下逼至绝境，才是出手的机会。你怀疑陆压的背后有高人指点？
天庭大兴已成定局，迟早会清剿凶妖。陆压此时发讨天檄文，号召各路妖王抗命，不过是在提前激化双方矛盾，但他却又按兵不动，只抗命而非反天，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。但以陆压的行事作风，断不会想到这种以进为退的法子，所以妖族内部定然有一位能看到天地大势的高人，想保住陆压。大法师通晓洪荒大事，可知妖庭有什么大能尚存活于世？妖庭陨落后，妖族高手四散而逃，或藏匿北周深处，或去往洪荒之外，是生是死也未可知。若要说谁一定活着，我倒是想起一个。妖庭10大妖帅之一，白泽。2大妖皇最为器重的那位谋臣。白泽本命神通是趋吉避凶，我与他也算交过2次手，每次刚动杀念，就被他逃了。这家伙是10大妖帅中唯一能避开因果，从巫妖大战全身而退的。这个白泽势必会给天庭带来不小的麻烦，可否请大法师出手将其除掉？不过这家伙对付起来有点麻烦，我得多耗费一些时日才行。或可利用白泽的神通阴阳逆转，引他入瓮。破局之法便在锦囊之中，不到危急关头，切莫打开。殿下，这是贫道最后一次帮您了。前辈要走？水神定已察觉到贫道，现在不走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不过贫道还要再叮嘱殿下，切莫与水神为敌。玉帝忌惮您，是忌惮妖庭太子，可水神自始至终要杀的是陆压。这有何分别？我与水神并无深仇大恨，他为何如此？水神此人，贫道始终捉摸不透。海神庙只有5、6座时，贫道就已无法看清他的根脚，可见他早有防范，且一日未曾懈怠。水神行事确实周全到令人发指。不止，水神善忍耐，且睚眦必报。当初您与金蝉合谋破开海眼，而后金蝉折于灵山，殿下伤于妖生山，地藏造谣道门半日不到，水神便串通3教大师兄，逼西方教认错。逼上灵山，何尝不是3教大师兄有意促成？前辈对水神是否夸大其词了？贫道如今能告诉殿下的，便是水神修行至今，绝不超过500年。这怎么可能？此人天赋之高，谋算之深，非我等可及。且面皮于他如无物，宝物宝财如烟云。最让人钦佩的，便是见利而不忘义。贫道虽未与他打过照面，但仿佛神交已久。不可设法除掉水神吗？动他，最先落到你头顶的，不是太清圣人的太极图，也不是通天教主的清平剑，而是道祖的紫霄神雷。殿下莫要多问，贫道不敢沾他半点因果。若依锦囊所说行事，尚有一条活路。妖庭早已不复存在，望殿下放下执念，及时回头啊！人情已还上，咱们今后便不多见吧。殿下保重。